11月16号，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证实，山东舰首次在完成远海长航后未返回驻地，反而进入台湾海峡继续执行绕台航训。这是山东舰继今年4月、9月后，在西太平洋组织的第3次远海训练。1年3训如何锤炼提高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从西太到台海，连续跨多个海区进行技术验证，航母及舰载装备面临哪些极限考验？航母绕台还有哪些警讯考量？本期节目，评论员秦真、李永强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11月16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回应山东舰首次在完成远海长航后未返回驻地的相关问题时表示，这是根据年度岛东部海空域呢，可能说相对薄弱，但是现在我们说，包括山东舰在内的航母力量的在这个区域的介入，实际上可以有效地打破台独势力向东逃窜的企图，那么更不用说这个所谓的乞讨我们说所谓外援。据日本共同社消息，11月6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表示，解放军山东舰在10月28号到11月5号的9天演训期间，舰载战斗机起降约420次，舰载直升机起降约150次，合计起降570架次。舰载机起降的同时，山东舰在太平洋海域朝东南方向移动，并在11月2号抵达宫古岛东南方向1380公里处，随后调转方向，自6号朝南海方向航行。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了高波级驱逐舰连号、村雨级驱逐舰五月雨号、朝雾级驱逐舰海雾号，对我航母编队实施跟踪拍摄。日方情报显示，山东舰航母在此期间汇集了10艘舰船组成的大规模护航编队，包括2艘052型万吨驱逐舰、3艘052D 型驱逐舰、3艘054A 型护卫舰以及1艘901型综合补给舰。日媒称，这是中国航母深入西太训练以来最大规模的舰船编队。去年12月份，辽宁舰航母编队抵近关岛附近海域训练时，最多只有5艘舰船护航。有分析指出，如果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属实，此次山东舰航母编队规模就超越了最开始的2区2护，成为一个要素齐全的编队，既有主力防空舰052型和052D 型，还有主要负责反潜的054A 型护卫舰以及后勤补给的大型补给舰。并且上述舰艇都是多用途战舰，还具备较强的反舰能力。而且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在观察之后认为呢，就是水面舰艇的这些编队之外，那么这么庞大的一个战斗群，它肯定还会有水下的相关的舰艇，那么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你比如说这种核动力的潜艇。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航母的战斗群。那么这个战斗群呢，我们说它其实是能够满足不同的需要无论是从反潜还是从防空反导，包括反水面的一些相关的作战，那么甚至是对地的火力支援，那么它其实呢都可以。此次山东舰舰载机创纪录的起降次数也引发广泛关注。有观察指出，山东舰舰载战斗机9天出动420架次，平均每天47架次。对比以往远海训练的一些观测数据，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的纪录。每天47架次，意味着平均每架舰载机日出动2架次。这说明山东舰出动能力达到了华跃起飞航母非常高的水平，同时也说明山东舰战斗力的提升。据悉，考虑到舰载机飞行员的休息、舰载机维护和航母甲板运作，即使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持续作战情况下，每架舰载机日出动架次也只有2.5架次。如果想要达到一个就是最强的状态，那么很有可能还是要去这个配合你比如说弹射器技术的这种相关的上舰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在不断的训练之中，我们的舰载机无论是从甲板空间的使用包括你的调动，这些呢应该说都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远海训练是山东舰本年度的第3次前出岛练进行训练。今年4月，山东舰穿越巴士海峡，经过台岛东南海域展开首次西太平洋训练。
央视在山东舰完成远海训练后发文称，此次训练，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参加了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同步开展战斗值班、课题演练、飞行训练，并在岛链外与火箭军、陆基航空兵以及其他水面作战编组开展联合演练。面对外军舰机轮番侦察试探的复杂局面，编队始终积极应对、稳妥处置，有效提升了实战能力。今年9月，山东舰再次前出岛链进行远海训练。在当月的国防部记者例会上，有媒体对山东舰远海训练的提问提及，有分析称这是距台湾最近的一次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对此表示，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一次训练，旨在提高部队的备战打仗能力。时隔1个多月，山东舰今年第3次前出岛链进行远海训练。1年3次远海训练，不仅创下了山东舰的纪录，也创下了中国航母的前出岛链远海训练的次数纪录。有分析表示，山东舰是我们的第1艘国产航母，其本身也具有试验平台的属性。比如跨多个海区连续展开训练，以此进行技术验证，观察在大负荷、高强度的状态下，山东舰实际作战能力和保障能力究竟如何。这种技术验证不仅仅是对舰员的极限考验，对装备本身也是一种极限考验，同时可以为接下来的航母研发积累更多数据。山东舰从西太平洋到南海没有休整，直接过航台湾海峡北上。这表明山东舰可以在任意地点来彰显其战斗力和保障力。不到1年3次前出岛链进行远海演训，说明山东舰具备较强的连续出动能力，也体现了中国航母战力的提升。目前，辽宁舰正在进行实战化改装。随着山东舰战斗力的全面形成，中国海军的双航母战斗群也许将在明年正式成型。展望福建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还将拥有第3个航母战斗群。近日，山东舰航母首次在完成远海长航后未返回驻地，转入台湾海峡继续执行绕岛航训。有评论称，这是对装备的一种极限考验；也有分析认为，这显示出山东舰可以在任意地点保持其战斗力。那秦先生，您对于此次山东舰的航迹有何观察呢？我其实觉得山东舰以它的能力，这个对它来说还真的不算是极限考验啊。因为今年4月20号，山东舰第1次前出西太平洋进行演训的时候，当时是一共演训了20天。那么这次如果按日本自卫队的监测数据说是只有9天，啊，还不到今年4月份的1半的时间啊。也就是说，从山东舰自己全舰带的这些物资给养啊。自食力来说，它其实还可以坚持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次演训实际上整个舰队也带了1艘综合补给舰啊，也就是说从全舰的自持力，从它的这个续航能力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显示了中国特别是辽宁舰、山东舰这2艘中型的滑跃起飞甲板的航母啊，除了自持力比较长之外，它没有弹射器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航母，它弹射器，比如说每弹几百架次，它需要有1次小修啊，每弹几千架次有1次中修等等。那么滑跃起飞的甲板根本不用考虑弹射器的问题，所以也不用考虑弹射器的维修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只要甲板在战时，那么飞机都是可以起飞。那么应付一些中小型的海上的冲突，包括一些围岛作战，实际上是绰绰有余。今年4月，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参加了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如今不到1年时间，山东舰已经完成3次远海训练，这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新突破呢？秦先生，3次这个远海训练，实际上显示着山东舰逐渐的完全形成战斗力啊。这次啊，就是10月底、11月初的这次，当下的这次演训，那么。从很多评论来看，那么山东舰的舰载机起降架次，不说到一个极限，也是一个上限啊，已经达到了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啊，也是1艘中型航母，当年在实战时候作战的一个起飞舰载机的一个上限啊，显见山东舰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这样一个作战能力，而且它的
极限可能还没有到达啊。随着今后的演训，还有可能突破啊当日或者平均每日舰载机起降的这个极限，显见山东号或者是以山东号为首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作战能力。055型万吨大驱向来被看作航母的带刀侍卫。近日，人民海军055型驱逐舰遵义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展开实战化训练，有效地检验了单舰远海作战能力。那李先生，入列不到1年时间的遵义舰迅速形成战力，对我国海军进入3航母时代有怎样的意义呢？实际上，以它强大的这种信息战能力，不管是它的相控阵雷达，还是它的这种通信指挥设备，以及它特别强大的火力，以及它的综合立体的这种我们讲武器配系，把它仅仅说成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呢，可能有点委屈它了。在航母编队中，它可以担负这种所谓护卫任务，甚至可以担任航母的这种编队指挥舰，在作战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前出更远的距离，保证航母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位置，而整个空中指挥由055大驱来担负这种指挥任务。所以它的这种在航母编队中的任务，仅就在航母编队中的任务来讲，也不是一个仅仅带刀护卫就可以能够准确的表述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种大型的驱逐舰呢，更多的时候还可以单独随行各种各样的任务。我们讲的这种多样化军事行动以及各种低烈度的作战行动，不管是对空也好，对海也好，反潜也好，它都可以随行这样的作战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大型驱逐舰呢，它可以执行更广泛的任务，所以它即便是形成了战斗力，不随航母出动，它仍然是一支可观的、可畏的、让敌人害怕的这样一支作战力量。近期，日本正迅速推进完善所谓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射程导弹项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很快能够拥有包括美制战斧、自产改良型124式2款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此外，日本防卫订单大增，不仅刺激自身军工企业发展，也吸引了西方军工巨头抢蛋糕。那么，日本军备业务不断扩展，将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拉拢西方军工进驻，是否意在借船出海？据日本共同社11月呈现，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军工产业增速超出预想。改良型124式岸舰导弹承包商三菱重工防务订单创新高。朝日新闻11月14号指出，日本各大型重工和电机制造商接到的防务业务订单不断增加，主要开展导弹和雷达等业务。三菱重工公司社长权泽清次日前表示，接到的订单数量超出预想。2023年度前半期，航空、防卫和太空业务的订单额是前年度同期约5倍，创下历史新高。据了解，三菱重工订单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与防卫省4月签署了开发防区外导弹的合同。按照此前日本公开的导弹计划，日本发展导弹攻击作战能力大致分为2步走：第一步研制亚音速巡航导弹，然后发展高超音速攻击导弹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共有10多款导弹将先后研制。在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那日本它的军工业也要大量的制造啊，它有和美国联合研制的标准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就是日本的战机、日本的这些战舰、潜艇啊，那这些就使它的军工满负荷的运转呢，说明它的舆论造势，说明因为要造成一个就是日本面临着安全威胁的假象嘛，所以那它就订购啊。日本安全战略从防卫性转为进攻性，海上力量的转变非常明显。目前，出云号、加贺号航母化改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旦改装完毕，就能够获得中型航母的战力。据了解，日本航母化改装计划在2027年完成，这个时间点与下一代驱逐舰服役时间正好相同，显然是在加速打造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水面舰队。日本2024财年防卫预算显示，日本为设计建造2艘搭载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将拨款3797亿日元。新的设计方案是在摩耶级驱逐舰的基础上进行装备功能的全面改进和提升。在战时，既可以担负编队防空任务，又可以前出对对手海上或者岸上的纵深目标实施打击。日本防卫省下属的采购技术与后勤局日前表示，将在5年内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采购12艘新型护卫舰。
以便与现役的最上级护卫舰衔接。英国海军新闻网站称，日本防卫省原计划采购22艘最上级，后来调整为采购新型护卫舰。该项目的主要承包商是三菱重工。日本计划从明年开始新型护卫舰的建造工作，至2028年共建造12艘。这款护卫舰有怎样的特点？为何说凸显日本发展进攻能力的野心？11月7号至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国际会议中心印度太平洋国际海事博览会上，三菱重工展示了为日本海上自卫队设计的 FMF AAW 防空护卫舰的概念模型，也就是日本防卫省所称的新型 FFM 护卫舰。有分析认为，它是在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但其型号名称代表这是一款多任务防空型护卫舰，其基本规格为舰长142米。宽17.4米，满载排水量6200吨。相比之下，最上级护卫舰长132.5米，宽16.3米，满载排水量5250吨。整体上看呢，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新型护卫舰的个头更大，细节上也有所改动。从外观上来看，新型护卫舰延续了最上级的一体化集成桅杆，不过新的相控阵雷达系统重新调整了集成桅杆的方向。根据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馈意见，三菱重工决定将主桅杆雷达的固定面板角度调整为45度，与最上级的正前方、正后方和两侧安装设计相比，这种设计将改善雷达的覆盖范围和扫描能力。在武器系统方面，新型护卫舰的舰首除了将装备一门127毫米的舰炮之外，还将配备32单元的 MK41通用垂直发射系统。舰中部配备了2个4联装反舰导弹发射器，机库上方则有一座海拉姆近程防空系统。有分析指出，由于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舰主要承担的任务是反导，在执行反导作战的过程中，需要一型合格的防空僚舰进行护卫，因此新型护卫舰未来将更侧重于防空。新型护卫舰将装备一款代号为 ASAM 的防空导弹，这款防空导弹还在研制当中，并且没有详细的参数透露出来，相信性能会比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要好。改进型海麻雀的射程50公里，可以对付巡航导弹、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等空中目标。此外，日本新型护卫舰还计划配备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12式是岸基反舰导弹，最大射程为220公里，采用独特的惯性加 GPS 加地形匹配制导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的新型复合制导方式，具有更好的目标识别能力和命中精度，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的能力。日本方面声称，采用了地形匹配制导的12式岸舰导弹，具备从距离海岸线50至60公里的地方发射攻击海面目标的能力。在海平面飞行阶段，导弹飞行高度降低到10米进行掠海飞行，难以被探测发现。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将一些超纲的技术应用于12式岸舰导弹，应该是为未来研制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进行技术积累。目前，日本新型护卫舰项目的主要承包商三菱重工，在12式岸舰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射程超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也被称为日版战斧。这款导弹未来一旦上舰，意味着自卫队就拥有了从海上对1000多公里以外的陆地目标发动攻击的能力。或许这才是日本减少最上级护卫舰数量，转为制造新型护卫舰的野心。在推动强军扩武的同时，日本还谋求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政策。日本去年底出台的安保3文件中，多处提及要通过对外防务合作来夯实日本的防卫体制和技术基础，并加大投入，通过对外联合研发等方式发展先进导弹、新一代战机、无人机、人工智能、太空网络等前沿作战力量，以提升自身防卫装备的现代化和先进性。近日，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民两党重启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工作组讨论，预计将在年底前向岸田政府提交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修改方案，允许向安全关系密切的国家出口所谓防御性武器装备。两党还在讨论大幅放宽目前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5个非战斗目的领域的武器装备出口。在新方案中，可能写入全面允许出口无杀伤能力的装备。
它不叫出口，它叫转移啊，改了一个名词，哎，就是说我从日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当然，他强调是要有军事同盟的国家啊，因为要不然的话，美国也不允许。搞了这些小动作以后呢，从名义上、从现实上，哎，他都达到了就是把自己武器装备出口啊这样一个目的。此外，日本还期望与西方国家军火商展开合作，达到借船出海的目的。前段时间，西方多自己就是 F-35啊，或者其他这些飞机的价格来形成竞争，就打压你，使你就是造出这种飞机来也卖不出去啊，或者没有市场。日本各大型重工和电机制造商接到的防卫业务订单不断增加，其中三菱重工订单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与防卫省签署了开发防区外导弹的合同。秦先生，日本军工产业增速释放出怎样的危险信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特别是值得当年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高度警惕啊。当然，当下它增加这个军工生产能力肯定是得到美国的默许啊，而且日本方面也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啊。从它一些公开的安保文件直接表明，中国是它所谓迄今最大的挑战啊。当年正是这些重工业企业和综合电机企业等等，支撑了日本对外侵略的一个基石啊，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那么，特别是这样一些这个大型的军工企业有很深的基础，日本又有很强的制造业的这种能力。那么，一旦假以时日啊，借着国内的首先扶植，不断的壮大，甚至于出口的话，有朝一日，那么日本这个军事能力，特别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又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是非常值得相关国家警惕的。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日本不仅要建造2艘万吨级的大型宙斯盾驱逐舰，还要建造20多艘护卫舰。那秦先生，日本正在谋求怎样的水面力量呢？实际上，当下日本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潜艇，它的舰龄都比较年轻，说白了就很新啊，很新。那么它的战斗力就相对来说比较高啊，不会出现很多的故障。按有些统计数字，它现在是这个28艘驱逐舰、16艘护卫舰啊，这里边又有2艘准航母啊，这个出云加贺啊，这个舰队的能力放在全世界都是不说首屈一指，也是排名非常靠前啊。那么今后随着它所谓的万吨级的这个大驱的入列啊，那么今后它的水面作战实力会非常的强，而且它研制万吨大驱，我个人认为啊，除了增强它的实力之外啊，还有和中国较劲的意味啊，因为大家知道中国055万吨大驱已经入列了多艘，那么日本不甘示弱，之前他说要制造2万吨级的啊，可能后来又觉得2万吨级过大，大而不当啊，把它缩小了，变成1万吨级的，但是它整体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值得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日本不仅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合作研制下一代战机，还计划在2027年之前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李先生，您是怎么看日本这些举动的呢？日本谋求自研武器装备是很久以来一直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日本研制出了陆海空各型的武器装备，尽管性能的很多东西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但是由于它比较就是扎实的这种工业基础以及比较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它很多的武器装备它的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下一代战斗机上，日本能不能够达成它所谓的自研目的，这个还得有待于观察。不管是以他自己的国力而言，还是他所谓合作的这几个国家而言，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独立生产过第4代战斗机，也就是现在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他们主要还是买美国的 F-35，也就是说，他们目前所掌握的这种战斗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第4代战斗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日本它的武器装备研制这个水平，应该距离下一代的武器研制要求恐怕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这也是它通过国际合作来使它克服自己的短板，然后尽可能的实现它在武器装备上的自研以及突破。这样的目标应该讲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好处，通过共同分担研制费用，这样呢可以减少它在武器开支上的这种压力。近日，乌克兰将战时状态和总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至明年2月14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暗示，愿意接受有条件解决方案。
俄乌重回和平谈判桌前，双方暂时停火可能性有多高？欧洲国家援乌 F-16战机已经抵达罗马尼亚空军基地。F-16一旦进入战场，会对冲突局势造成多大影响？此外，俄空天军面向三洋两海5个方向执行巡航飞行任务，对外传递怎样的信息？11月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再次通过了关于延长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法律草案，将乌克兰战时状态和总动员期限延长90天至2024年2月14号。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就乌克兰延长战时状态发布通告表示，考虑到乌当前安全形势依然存在高风险，请国内人员暂勿来乌，已撤离至第三国人员暂勿返乌。俄罗斯军事观察网站近日发表了题为《乌克兰的战略困境》的文章，表示，随着冬季来临，俄乌双方在战场上都将转入防御。乌军在今年夏季发动的反攻战役已经以失败告终。俄方虽然占据一定的防御优势，但未来依然面临挑战。乌克兰军方近日称，乌军正试图在赫尔松地区南部第聂伯河沿岸击退俄军。此前14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曾宣布，乌军已在俄军控制的第聂伯河东岸取得一个立足点，这是乌方首次确认在该地区取得进展。外界分析，这有可能会让乌军开辟一条攻击克里米亚的新战线。而福布斯网站报道，其实早在10月下旬，乌克兰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开始在第聂伯河东岸的桥头堡克林基附近登陆，此地距离赫尔松约30公里。作为回应，俄军正在努力组织反击，利用远程精确滑翔炸弹密集轰炸第聂伯河两岸，迫使乌军退回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内政部长宣称，仅10月5号，俄空天军就向赫尔松州地区投掷了至少87枚滑翔炸弹，是近段时间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天。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也否认了乌军取得突破的说法，称乌军依旧在第聂伯河西岸驻守。乌克兰军队现在非常缺这些配套的支援体系，那西方对他的这个援助这方面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呢，他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投入太多的重装备渡过第聂伯河。这种情况之下呢，是没有办法突破俄军在这个第聂伯河的左岸的这些比较完整的作战体系的。不过，欧洲国家并不看好俄乌冲突的走势。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4号在布鲁塞尔与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举行联席会议前表示，俄乌冲突战场局势对乌克兰来说很难，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应在可持续性方面进一步加强。他同时表示支持乌克兰符合北约的利益。另据法新社报道，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14号表示，欧盟将无法兑现此前做出的在1年内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的承诺。不过，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上周宣布，德国将在2024年翻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预计援助金额将达到80亿欧元。此前，欧盟在今年3月曾批准了一项耗资20亿欧元的计划，承诺将在未来1年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但有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称，这项计划目前只完成了约30%。参与欧盟成员国防长会议的其他国家防长并未对皮斯托里乌斯的发言进行反驳。德国一方面无法完成今年援乌的承诺，另一方面呢，又把明年的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资金翻倍，这个显示出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对于援乌问题的这种极强的态度一种非常这个暧昧的也是非常微妙的态度，尤其是工业能力供应链等等这些方面硬实力上的问题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随着美国将精力重新转向中东，呼吁乌克兰和谈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上日益高涨。13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在接受乌克兰新生网站采访时的一番表态，更是引发了广泛的猜测。他表示，乌克兰愿意接受类似俄式关于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争端解决方案。这一表态被解读为乌方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希望早日结束冲突。事实上，这一方案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
随着欧盟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一些卸任官员和政客也开始提出各种解决冲突的建议。其中，北约驻欧洲部队前司令、退役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建议，乌克兰放弃15%的领土，以换取加入北约的机会，将重心放在未来的重建和安全保障上。在这一背景下，布达诺夫的表态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方案的可能性。他指出，历史上存在国家间持久战在法律层面上未能结束的情况。不过，他也表示，即便乌克兰愿意接受类似的解决方案，停止作战行动，莫斯科与基辅之间也可能不签署和平协议。那布达诺夫呢说这话很有可能就是泽连斯基总统所授意的，毕竟呢现在乌克兰难以为继很长时间高强度的这种作战。那毕竟今年呢乌克兰军队已经是输掉了反攻它的反攻呢损失比较大，而且呢根本就没有达到它的战略上的乃至战役上的目的相差非常远。虽然欧洲国家在援乌炮弹方面无法达成目标，但在其他军援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据荷兰电讯报报道，位于罗马尼亚东部的费特什地空军基地的欧洲培训中心上周一开始已经启用。荷兰提供的18架 F-16战斗机有5架已经抵达该基地。F-16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在此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与地勤人员。预计第一批乌克兰人员将于明年初到达罗马尼亚接受培训。除荷兰外，丹麦等一些西方国家也已经同意为该训练中心提供 F-16战斗机。F-16战损是美国研制生产的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从最初的实验型轻型战斗机一直演进到现在的全天候多用途战斗机。F 还换装了更先进的火控雷达，可以同时跟踪10个目标，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达到了210小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测算显示 ，F-16飞行1小时花费就高达2.7万美元。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 F-16的飞行成本，还不算 F-16在实验中发射的导弹的成本。如果 F-16移交给乌克兰之后，乌空军每天出动10架次 F-16，一架次执行任务的时间算2个小时，那么一天下来所需费用就至少要54万美元。1个月不间断执行任务将花费1600多万美元，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据。如果战事激烈 ，F-16出动的架次更多，那么所需费用将直线飙升。此外，一架 F-16执行完任务之后，至少要接受16个小时的维护。如果耗损比较严重，维护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则会更高。目前，乌克兰国内没有一家军工企业能够提供 F-16维护所需的零部件，大到发动机，小到一颗螺丝钉，都需要从西方国家采购。这样复杂的维护模式将进一步推高 F-16的使用和维护成本。有分析认为 ，F-16的到来短时间内可能会增强乌军的空中作战能力。但是如果西方国家发现乌空军获得 F-16之后，在空战中对俄军还是没有优势，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西方国家就要考虑是否要继续援助乌空军。毕竟战机的使用费用还是远高于地面装备的。面对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利用乌克兰，同时自身对俄罗斯的军事封锁和战略围堵，俄罗斯也不断派遣海空作战力量震慑西方国家。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俄空天军当天在巴伦支海、挪威海、黑海的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任务。执行飞行任务的战机为图160和图22M3战略轰炸机，最长飞行时间超过13小时。同时，俄空天军和北方舰队航空兵部队也出动苏35SM战机和米格31战机进行护航。俄远程航空兵司令谢尔盖·科贝拉什中将表示，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有关公共空域使用的国际准则。俄远程航空兵也将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黑海、波罗的海及太平洋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飞行任务。有分析指，俄轰炸机部队的此次演练面向3洋2海5个方向，展示出俄方为应对外部挑战，随时可以进行防守反击。其实呢，开始这个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呢，俄罗斯军队一直都在做类似的这种部署，一直都在向西方展示力量。
那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军队啊，它不仅是在俄乌战场上，他们同时呢一直是在其他多个方向上与西方进行同步的博弈。那这个呢，也是俄罗斯尽力所为啊，尽最大力量去发挥它的军事力量方面的作用。那这一点呢，是他自己能够完成的。乌军称，其在南线的部队已经在第聂伯河沿岸大约3至8千米长的战线上发起反击，且已经抵达河东岸并建立阵地，但拒绝透露进一步信息。那李先生，您认为乌军能在河东岸站住脚吗？我们认为呢，从目前现在的战斗情况来看呢，乌军在整个第聂伯河东岸，应该是保持存在，应该是不存在特别大的疑问的。第聂伯河是一个天然屏障，河面比较宽，那么渡河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作战区域，也就是说乌东的这4个州，实际上特别是我们讲卢甘斯克、顿涅斯克，离第聂伯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乌克兰军队渡过第聂伯河，在第聂伯河以东建立这个所谓的桥头堡也好，甚至直接到战区也好，本身不存在问题。现在新闻中所提到的这个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的桥头堡，更多的是在赫尔松这个方向上，也是它在南部，在快接近出海口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战线这个位置上突破俄军的防御，然后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桥头堡。这种桥头堡呢，按照目前的作战强度看，要维持下去，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能不能够通过桥头堡取得更大的进展，以及调更多的兵力过来，那这还有比较大的疑问。特别是俄军会不会加大它的反攻力度，把所有的这种桥头堡清除掉，这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乌军能不能够在第聂伯河以东站稳脚跟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我们看到呢，乌军在整个第聂伯河以东的广大区域内都是存在着的，都是在跟俄军在作战的。所以，真正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渡过第聂伯河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近期，俄罗斯在展示战略和打击力量方面，不仅公开其部署先锋高超音速导弹的信息，还派遣多架轰炸机进行大规模战略巡航。那李先生，您觉得俄罗斯展示核力量有何意图呢？俄罗斯有这样的传统。他通过展示他的战略轰炸机来对西方国家进行核威慑，展示就这种熊的獠牙，这个意图一直是有的。从这个应该讲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乌东战事呢处于一种焦灼状态。那么整个常规作战力量上呢，你让俄罗斯再有更大的投入，或者是采取更大的动作，甚至对一些新加入北约的国家呢，采取更大的常规军事威胁，这样的呢可能性呢是比较弱的。从这意义上来讲，它通过显示它的核獠牙来震慑西方力量，这种可能性确确实实是存在的。